学院季最终以 A 班的胜利告终。学秀觉得这次成绩很理想，然而他爹钱野却不满意。这次一班可没差他们多少，对手是饮食店，为什么不想办法搞垮他们？散播差评或者干脆投毒都行，他们为什么没有做？教中学生投毒你是认真的吗？学秀当场反驳他爹的教育存在矛盾，虽然不知道原因，但是一班的实力在这一年确实突飞猛进，以至于能和 A 班一较高下。A 班也在和一班的竞争提升了实力，与对手竞争，与同伴互助，仅靠打败比自己弱的对手不足以成为强者。学秀最后得出的结论正好和他爹的教育理念相悖。面对学秀的质疑，钱野只是笑着让他出去等3分钟，说要和他的朋友聊一聊。而就是这3分钟，等到学秀再进门的时候，其他的4个学霸已经被他爹洗脑成憎恨一般的丧尸，这洗脑能力不去做传销都可惜了。钱野表示，期末考试由他来负责，他要从头教他们一遍什么是真正的强大。自从学秀记事开始，他的家就是一座教室，父亲是老师，儿子是学生，除了教育，他们之间无话可说。钱野是个心机深沉的人，他感觉到国防部策划最终暗杀计划，于是转头找吴坚追加数10亿的封口费。期末考试，这是一场比拼学习的决战。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，沙老师给他们定下了考进前50的目标。当时他急于求成，忽视了敌人的强大，而现在不一样了，他们的头脑和精神都有所成长，一定能克服困难，达成目标。全班考进前50，堂堂正正的取回到主校区的机会，然后昂首挺胸的作为一班的学生毕业。然而事情并非他们想象的那样顺利，为了碾压一班，钱野居然亲自上阵，担任了 A 班的全科目老师。钱野的洗脑教育可不是所有人都想要的，那种超乎寻常的领导气势，能够操纵人心的话语，一旦上了他的课，估计就无法反抗了。A 班在钱野的操纵下宛如地狱，虽说平时的课要简单10倍，但是速度却是平时的20倍，一旦有人跟不上，就会被叫到外面去洗脑。不仅如此，他还赶走学秀，篡夺 A 班的领导权。钱野在某种程度上和沙老师很像，他们都有超乎常人的能力，却都甘愿做个老师。学秀找到一班，希望他们能杀死他的父亲，父慈子孝，笑不活了简直。当然，学秀并不是希望他爹真的死，而是希望有人来否定钱野的教育理念。他希望一班能在接下来的考试中包揽前面的名次，当然第一肯定还是他。只有让一班这种垃圾班超越了 A 班，才能彻底摧毁钱野的教育理念。他能承受钱野的高压式教育，但是普通人却不能。如今的 A 班简直就是地狱。钱野通过操纵大家对一班的仇恨，让他们突破极限的学习。但是学秀明白，如果 A 班以这种方式取胜，他们就会一直相信这种方式。通过对敌人的憎恨、蔑视和陷害取得的强大是有限的，他不希望以后支配的都是这样的手下，所以他希望一班能给予他的同伴和父亲一次正确的失败。说着，学秀朝一班鞠了一躬，他没有隐藏自己傲慢的本性，因为说的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的。至于凑上去挑衅学秀，还担心别人呢，下次第一肯定是我了。基本也表示，他们一班一直以来都是全力以赴，抱着杀意上吧。这次考试，光是数学科目的范围就有整整1桌子，还要从里面选出最难的题目，看得数学老师心惊胆战。这已经不是初中生的考试范围了。下课后，钱野回到办公室，却发现沙老师来了。这是他们之间教育笔试的最后一回合，沙老师特意来感谢钱野，接受了他的挑战。钱野看出沙老师是第一次当老师，如果他赢了，他希望沙老师能把自己当老师的原因告诉他。沙老师反问钱野，当老师的原因无非2个，想要诉说自己的成功和想要诉说自己的失败，他是哪一种呢？钱野的脑海中闪回了一些画面，最后只回了一句不知道。1周的时间，一班和A 班的学生都在不顾一切的学习，很快就到了考试当天。被2个怪物灌输了杀意的学生们，终于迎来了宿命的对决，在纸上厮杀定胜负。要是在这里输了，就算是暗杀成功，他们也不会释怀。英语考试结束，这次的题目又难又多，大家都累得气喘吁吁。他们意识到，这次的考试不是一般的难，一个年级出1个满分就是奇迹了，名次也绝对会很分明。仇恨满满的 A 班就像疯了一样不断答题，反而一班手忙脚乱，被追得抱头鼠窜。倒是冒牌阿绿冲了上来，如果想要提升名次，就要靠他们这些排名靠后的人努力。题目异常多也异常难，必须要在看到试卷的瞬间分配好时间。就连班级最笨的4班都有自己的笨办法，就算做不出正确答案，但只要做对一部分，就有一部分的分数。考试之前，除了上课，沙老师还让学生们之间互相讲解自己擅长的科目，通过教习别人，自己也能巩固知识。这对赤羽的效果特别好，消除了他的弱点，让他更加完善了。而学秀这次不用负责提高全班的成绩，得以静下心来磨练自己的刀刃。这2种方法究竟哪种能让人变得更强，就赌在数学的最后一题上。最后一道数学题，反正我是不会，给大家暂停看一下，哪位大神求得出来？其他学生也没有时间做完，唯一有机会一拼满分的就只有学秀和赤羽了。朝田之前经常说赤羽是天才，人们总是将不同的能力称为才能。在赤羽眼中，暗杀教室的大家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能，每一个都有他无法企及的施展才能的空间。现在的问题是，以他的才能，究竟能不能解开这道题？相对于赤羽的毫无头绪，学秀倒是一下子抓住了重点。这道球体积的图形叫做截面八角形，是能在空间内无缝拼接的图形。以自我为中心的赤羽选择的方向是支配空间，
从正方体中减去8面空间的体积，从而求出中心面积。他和父亲是不同类型的支配者。如今的父亲为了证明自己的教育正确性，被冲昏了头脑。他的教育只会摧毁人，而不是塑造人。支配父亲就是他选择的尽孝方式。学秀奋笔疾书之时，世宇也发现了盲点。这道题根本不需要复杂的计算，正方体由原子组成，也就是说空间是无限大的。如果将暗杀教室的每一个人都比作一个空间，他在一个空间里看到的只有别人的一角，每个人的空间一样大。这些空间能够平均的分为8等份到正方体中，一个正方体内有8个空间的1/8和他自己。空间里他自己的空间和他人的空间占比是1:1，也就是说他的空间是整个正方体的1半。世宇轻轻松松的写出了答案，而选择了复杂运算的徐秀却没来得及写完最后一行。就这样，波涛汹涌的期末考试结束了。沙老师公布了最终成绩，一班奇迹般的全部进入前50，不仅挤下了5音节，赤羽更是以满分的成绩成为了第一。千野折戟在了最后一道题，赤羽明白，要是没有这1年和同学们的相处，他是无论如何都解不出最后一道题的。大家都取得了理想的成绩，个个欢呼雀跃。反观 A 班却是全员惨败。A 班虽然前几科状态很好，但是越到后面成绩越不佳，毕竟仇恨和杀意是不能保持一整天的，就算是经过1整年训练的一班也很难维持。学秀趁机将经历了惨败的 A 班拉上正轨来，却没想到千野就算如此也没打算放弃，他不允许 A 班失败。然而这一次反抗他的不只是学秀，还有 A 班全员，他们明白了这种方式不能让他们战胜一班。一班和学秀都是经历过失败才能变得强大的，如果千野不满意，他们就把他们流放到一班吧。盛怒之下，千野下意识地将带头的学秀扇飞，直到学秀狠狠地撞在墙壁上，他才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。这也是学秀第一次看见他的失态。就算是 A 班反抗，千野也不打算善罢甘休，他居然直接带着挖掘机杀到一班，要将旧校舍铲平。此时沙老师正打算将自己的弱点作为奖励告诉学生们，就听轰一声巨响，魂儿都差点吓没了。千野打算将一班转到堪比监狱的新教学楼关押，还给沙老师开了解聘书。他的教育中不再需要沙老师了，他要亲手杀了沙老师。千野准备了5个学科的习题册和5个手榴弹，其中4个是沙老师专用弹，1个是真正的炸弹。然后拔出插销，将炸弹夹在习题册中的任意一页，让沙老师翻开习题册，在炸弹把手弹开之前完成最上面的一道题，否则就一定会被炸平。沙老师做出4本，最后1本由他来做。如果这次赌博能杀死他，或者让他弃权，他就允许沙老师留在一班。千野碰上真炸弹的概率仅有20%，而且能随时弃权，但沙老师需要被炸4次，这完全是一场不公平的博弈。但是沙老师不得不答应。千野早在见到沙老师的第一面就知道，他慌乱的时候反应力会下降，就算沙老师有神速力，慌乱之下还是没能赶在把手弹出之前给出答案，瞬间被炸得浑身冒烟。千野催促他赶紧开始下一题。按照1颗炸弹的伤害来看，沙老师再承受4次绝对会被炸死。同学们都不敢相信沙老师会被这么简单的方式杀死。千野信奉强者为尊，强者可以对弱者做任何事，只有弱者才会用暗杀，强者能选择自己喜欢的方式，随心所欲杀死对方，得到防卫部的钱和杀死沙老师的赏金后，千野打算在全国范围内都开设教授这样道理的学校，而沙老师不过是他教育的垫脚石。